从苹果店终于是拿回了这台 iPhone 15 Pro 了。去拿的时候，店里面人真的是特别多。订的是原色钛金属256GB 的 iPhone 15 Pro。那讲一下我对这台机器初上手的印象吧。首先就是这个握持感，我觉得要比上一代做得更好了，因为它在这个边框这里是做了这种弧形的处理，所以就在抓起来更有握持的这种手感。不像在拿 iPhone 14 Pro 的时候，虽然也比之前13 Pro 的时候要做得更好，但是这个边上总归没有这种弧度的这么抓手，这么有握持的这种手感。然后在重量上呢，确实是要轻了一点，其实差不多，略微小一点。实际上它尺寸是变小了吗？是变小了一点。但手感很不一样，这个材料的手感很不一样，这个就感觉像抓了一个不一样的东西。然后特别是我在店里的时候，因为所有的型号都能现场看到的，还让我挺惊讶的。因为15 Pro Max 跟我14 Pro 对比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哎，好像也没有大那么多嘛，我是不是应该把 Pro 给退了，换成 Pro Max 啊？但是感觉也能接受这个尺寸，反正如果不带壳，我单手握持是 OK 的。你要试一下吗？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大的是。但是后来我又细细想了一下，毕竟只是当时几分钟的体验，然后我这个手机呢是要每天一直不停的用，而且后面还会给它加一个手机壳嘛，所以到时候就会变得更大一点。理智告诉我，我应该还是坚持这个，所以最后还是没有退，就拿了这个。那说到这个手机壳啊，这次苹果是把手机壳从皮质全部变成了这种编织的材料。其实我刚刚上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手感还是挺奇妙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这种比较凉的手感就会让我想到清凉的夏天。这个清凉的夏天好像有点矛盾，但是就给我这种轻盈吧。那我是选了一个相对比较接近钛金属、原色钛金属的这个颜色，其实放在一起之后也发现不太接近。这个原色钛金属其实是很浅的颜色，然后这个相对要深一点。那说到这个壳呢，我就想起来之前在网上已经看，因为有些朋友可能提前就买了，有些朋友就会抱怨这次的材料好像不怎么防油，然后也不防刮，坏了脏了就没办法怎么样修复了。那我就觉得这些朋友们其实也不用那么担心了，可能你是比较有强迫这一点，希望它能新的。但是对我来说，就是这是一个保护壳，它如果真的变脏变旧或者弄坏了，那不就说明它起到了保护手机的这个功能了吗？而且这就是一个你使用手机的一个见证呐，就像我们人老了之后会长皱纹，然后会长白头发一样，这就是你使用它的岁月痕迹的一个保存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。那大家都知道，这一次的 iPhone 系列呢是用上了 Type-C 的端口，然后这次给的充电线也是一个两口都是 Type-C 的这么一个充电线。要提一下的就是，当然之前大家可能都知道了，这个材料它是变成了编织物的材料，就跟 HomePod 和 HomePod Mini 上的材料是一样的。怎么说？就感觉和这个编织的壳的材质很搭这一次。然后长度的话有没有变化？感觉好像还是和以前一样的长度啊。那另外在店里拿好手机了之后呢，我也去看了一下 Pro Max 的5倍变焦和Pro 的3倍变焦到底有多大的区别。稍微试了一下，发现区别其实真的还是挺大的。所以如果能接受 Pro Max 的尺寸，然后有这个需求的朋友，我觉得还是可以冲一下。另外这个壳的话，其实我也是刚刚在换这个装壳的时候注意到，它跟之前我买的这个也是苹果官方的透明的壳嘛，是不一样的，就是底部它这个是全部封上的，所以在换的时候会稍微比这个壳要费力一点，但是也还好，就你弄的时候不要太大力，就不至于弄坏了。那其他别的上手的感觉也不多，毕竟因为才打开还没开始使用，那我也会使用一段时间，然后争取给大家做一个我的使用体验的分享。那今天的这个开箱上手的视频内容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哦，对了，把这个壳带上给大家看一下长什么样子。这个就是带上壳之后的样子。然后还有这次它这个新的 Action Button 这个功能，摁下去之后这个回馈感还是很强的，而且因为你要很用力的摁下去嘛，所以如果真的放在口袋里面或者包里面，你也不用担心它会误操作等等。这个手感真的很上瘾啊，我已经停不下来了。